是西姐。那我们这次设计的房子呢，是一个85平方的3房2厅，屋主呢是一对在深圳知名通讯企业工作的新婚夫妻，2个人平常都996，希望在家里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区，加班呢也可以更加的放松。屋主找到我们的时候说，他找全屋定制公司给他免费设计了柜子，原本效果图看着还不错，细看设计图发现怪怪的，改来改去都不满意，想让我们看一眼。这一眼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设计师的用心和贴心。儿童房设计独特，这不知为何如此亮眼的层色，这满墙让人摸不清逻辑的开放格，充分体现了孩童般的天马行空。屋主的宝宝出生后，那囤满格的尿片、奶粉、口水巾放开饭格内可以展示又美观，90公分宽的小床不占用空间，在家休息还可以有睡学校宿舍床般的感受，不仅节省空间，还可以起到改善睡姿的作用，让小朋友无法乱动，当然也可以自由滚到飘窗凉爽的大理石面上。屋主问设计师落地效果怎么样呢？对方发来好评，买家秀。Hello。哦，我的天呀，的确就是那个活泼的气质。还有主卧柜子的商务范，体现了屋主想要的沉稳和低调。这边的柜门设计方向突破常规，这样就方便屋主从床头爬进来拿衣服啦。床尾还有一个大衣柜耶，设计师真的为屋主的衣服收纳操碎了心，绝对不是只为业绩着想，将房子塞满柜子啊。书架的设计也很有特点，前卫的蜂巢形状，完美凸显了屋主作为头部通讯公司的员工，科技感不能输的气派。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。其实精装房的软装丑呢，大部分都丑在定制柜上，这部分知识点我们会另外发视频，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支持我们哦。全屋定制公司虽然提供免费设计，但是这个设计呢，其实都是套用系统现有的柜子模板，大家如果不想踩雷，最好呢还是要自己把关，多找参考图，将你真正想要的风格设计明确的告诉对方，或者请专业的软装设计师来做把控。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最令人头痛的儿童房。这个85平的房子居然做到3房2厅，难怪次卧都那么小。儿童房放了床就没有走动的空间了，进门就上床。哎呀！我们反反复复做了5版方案，终于调整到屋主亲爱的模样啦。来带大家看看。因为淘淘要求要有衣柜，还有后续摆放书桌的位置，如果放一个成品床呢，这些功能就实现不了了。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上这个70-30米宽的飘窗，延伸出来做了一个1.5米的榻榻米床。那下方的空间呢，我们也不要浪费，侧面可以做成这样的抽屉，存放不常用的被褥床品。那抽屉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不用翻动床垫就可以方便的拿取，而且我们的抽屉下方的导轨用的都是进口汉高的托底阻尼导轨哦。这种托底轨跟我们常见的3节轨有什么不同呢？3节轨是暴露在外面的，里面的润滑油会沾到灰尘，使用时间长了容易不滑顺，而且还很丑。那托底轨的轨道呢，是藏在抽屉下面的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。另外，对比它们的拆卸方法，也是托底轨更加的方便。那它们各自的承重力呢，也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托底轨更加的厚实，所以呢，承重力也会更好一些。为了满足储物收纳的需求，我们在靠墙这一整面墙做了一个将近3米宽的顶天立地大衣柜，容积上呢相当于129个登机箱，储物量惊人。另外，你们注意到了没？这个衣柜呢，一直是延伸到飘窗台上的，不仅遮盖住了原本的柱子，还增加了储物空间，是不是很机智？那很多人觉得跟榻榻米相连的这个衣柜不太好处理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那我们完全可以把下面一直延伸下去做一个挂衣区。那在床头这边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巧思。常规的榻榻米床呢是没有成品床的床靠背的，那刚好在飘窗这个位置呢有个凸出来的立柱，使得床头呢其实是左右不平整的。那我就利用跟衣柜同色的面板定制了一个床靠背，并且把立柱包了进去。另外，我们在这个床靠背这个还做了一个上翻盖的设计，里面可以继续储物哦。眼尖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，在我们改造前的衣柜位置是有一整排插座的，难道就这样废了它们吗？
当然不。安装定制柜的时候，请师傅把线延长，做好防漏电处理，刚好挪到床头靠背上方，平时给手机充电就超级方便啦。按照现在的布局，房间现在是有充分的位置可以活动的哟。因为淘淘呢还没有小宝宝，所以儿童房的颜色我们选择了相对中性的颜色，方便后续调整。衣柜的把手呢也选了这种萌萌的造型，黄色的小星星把手和小飞机吊灯，童趣感十足。那儿童房的难题我们解决了，现在来看一下主卧吧。我们会发现精装房呢，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凸起和凹陷，这个精装房也不例外。这个主卧一进门的右手边呢，是有一个凹陷的，凹陷处只有10公分深度，没办法再做任何的柜子了，非常浪费空间。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缺陷的位置呢，把它做成了一个放衣区，加了一组非常有设计感的挂钩，刚好这个厚度呢很适合放衣服，还不会影响动线。那淘淘原本是希望主卧衣柜呢全部做成有柜门的形式，但是大家还记得吗？其实这个位置呢原本是一个立柱，如果再加上柜门呢，这个空间就会非常的窄，只有20多公分的宽度。刚好呢，他希望在主卧能够有一个梳妆台，我们就顺延定制了一个梳妆台，把上面呢做成开放格的形式，可以存放它的这个化妆品啊、香水啊，还有首饰。另外呢，还可以购买这样尺寸相当的收纳盒，刚好可以放到里面，避免落灰。另外呢，下面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对比较难用的，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柜门，去做一个隐藏的小柜子，可以存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。因为主卧呢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飘窗，我们也想继续利用它一下，所以就在床的旁边呢做了一组小的这个收纳柜。下方的镂空格呢，方便放他平时临睡前要看的书籍。上面呢，打开柜门之后，仍然可以继续放衣服和杂物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房子最小的一个空间，也就是书房。整个房间不足6平方。既要满足经常加班的2位业主同时办公的需求，还要有大面积的书柜存放屋主超级多的书籍。考虑到这个大大的落地窗采光相当的不错，所以呢把大书桌安排在这儿，靠墙做了一整面的定制书柜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选用的是造型更有设计感的成品书桌，可是无论是尺寸还是易用度都不是最理想的，果断放弃。做成跟书柜同高的定制书桌，并且把书柜同高度的位置呢延伸做成 L 型，这样就可以作为办公用品的一个延伸存放处了。那这个书柜的设计呢是非常特别的，颜色上是白色、胡桃木色和黑色的一个撞色搭配，让空间不死板。窄窄的开放格加上灯带后，瞬间就提高了不少的档次。淘淘不喜欢过多的开放格，担心后期清理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以高档的灰玻铝宽玻璃门代替开放格，既不压抑也不担心落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阳台的设计吧。很多精装房为了节省费用呢，阳台的管子都是裸露在外的，请装修师傅重新铺砖包起来呢是最好的。咁細 case 我哋唔接嘅。是呀，这么少的活装修师傅不接，那怎么办呢？教大家一招。一般洗衣机或者洗烘一体机都会放在阳台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一整面的定制柜，把裸露的管子包起来，地柜吊柜用起来，把清洁用品和工具呢都可以直接存储在最常使用的地方，既方便拿取，还能扩充收纳空间。因为房子不大，淘淘不希望客厅做一整面的电视柜，担心过于压抑。可是这样客厅的收纳空间呢又不充分，所以我们利用主阳台洗衣机柜的对面一侧墙，又增加了一组储物柜，来弥补收纳的不足。同时，这个储物柜又可以完美的包住后面丑丑的空调管，两全其美。一夕是 Easy Life 意思生活旗下的软装设计品牌，
之后美美的新家和开箱视频都会在新号发布哦，大家赶紧关注起来吧。